为什么连巴菲特都不做空呢？因为做空在数学期望上是负的，赚最多是100%，亏是无限的。杠杆带来的收益是线性的，但它呢带来的方差消耗是平方级放大的，也就是减号后面的部分。从数学上来讲，随着杠杆的增加呢，后面的减号项会极其恐怖的吞噬掉前面的收益项，尤其是对那种高波动性的市场中，高杠杆做空会让公式后半部分瞬间爆炸，直接导致我们长期的几何复利变成断崖式的负数。我把刚才的复利公式做成了一个图表，演示一下，大家就能够更加直白的看到为什么杠杆越大，我们收益会越低。当市场波动率比如在 0.27 的时候，复利曲线随着杠杆是一个逐渐下滑的这么一个趋势，尤其是当波动非常大的时候，这种杠杆破坏利润的效果是更加的明显。杠杆在什么情况下它的收益率期望是更好的呢？就是市场波动率很小的时候。如果是炒黄金的话，因为黄金的波动相对来说比较少，还是适合杠杆的，杠杆可以开到20倍，复利期望值会达到一个最大，但是只要波动率稍微高一点点，又马上变成负相关了。所以呢，我后面的量化系统都只会基于现货的基础上去做优化与改进，因为现在已经证明是可以赚到钱的，那我只要优化它，帮我赚到更多的钱就行了。好，言归正传，接下来就带大家演示一下我是如何一步一步纯用 AI 工具去搭建自己的量化交易系统的。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擅长的交易体系用 Web Coding 来生成属于你自己的量化交易系统。但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跟之前的 Web Coding 流程有所不同，本次的流程演示会更加注重前期的准备以及架构的集成。像之前我们演示 Web Coding 制作一个 App 或者是一个网页都是直接用 AI 把一个简单的需求拓展成复杂的需求，然后直接放到 Cursor 或者是 Antigravity 这种 IDE 里面去做，边做边改，边做边优化。但这次绝对不行，因为交易系统首先非常复杂，其次与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尊重金钱，金钱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向你的荷包嘛。受到 Anthropic 公司这个模型矩阵的启发，我们的 AI 编程过程也可以始终贯彻这么一种自大而小，从整体到局部的设计哲学。交互设计中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做渐进式揭露，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把所有复杂的按钮推给用户。在 Web Coding 中呢，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不要一上来就追求完美，先搭骨架，再填血肉。尤其是在做量化交易系统这种，我们第一步搭骨架的过程还要更加细致，告诉 AI 大模型写好一些 interface 的定义或者是空的方法题，然后用 to do 占位。这一步最关键的不在于搭骨架，而在于只搭骨架，一定要显示告诉最好的模型 Ops 模型去做这么一个事情。接下来呢，再把量化交易系统里面的分散的模块化的小的实现一个一个的去填充在骨架里面。这一步呢，建议用 Sonnet 模型去写，逐步慢慢的完善我们的主业务流。再到第三步，让 Haiku 模型去写测试用力。这一步就可以用稍微差一点的模型去查这些测试的用力链路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就赶紧修复。可能我纯语言说的话不是很清晰那么我做了一张图给大家具体展示一下一个复杂的系统最少需要用到哪些工具。顶层的一个架构式就是 Cloud 系统的大脑，这里准确来讲的话是特指 Ops 模型，它呢只用来做顶层规划、复杂的状态机设计、重构一些蓝图和极其困难的 bug 推理。然后一线的工作台呢，当然就是这种各种 IDE、Cursor Antigravity 或者是 OpenCode。IDE 里面要选择什么模型呢？就根据我们项目的复杂度自己去选择就行。这一步主要用来处理日常编码、修改以及执行。所以我之前强调为什么架构的骨架很重要的呢？就是如果我们用超脑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骨架，那么 IDE 这里就只用关心每一个小的需求实现就可以了，这样对上下文的压缩是非常有利的。然后Haiku或者是 Codex 吧，作为一个纯执行的搬运工，
他们呢就专门做一些不需要智商，只需要速度的一些脏活累活，比如格式转换啊、写注释啊、写那种测试驱动开发的用例。然后两个外接的工具是作为辅助，一个是 Gemini， 或者是看你的习惯吧，如果习惯用 GPT 也可以。这个叫做全天候的侦察兵，在开始写代码之前，文档从哪里来？文档当然是从 Gemini 的这里一步一步的去跟他探讨讨论，最后生成。后续的一些需求维护、版本迭代就可以通过 Notebook LM 这个全链路的知识库去进行维护。Notebook 的好处就是没有幻觉嘛，它只会基于我们喂给它的材料进行回答。做复杂系统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丢失上下文，或者一些自己明明想好的这个交易方法，自己都忘了，这个时候怎么办？Notebook LM 就随时能帮我们找回丢失的记忆，它就算是一个记忆的外脑吧。实战的操作流程，当然第一步就是生成需求文档。那么我的交易策略是怎么形成的呢？交易本身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无非就是低买高卖。所有的市面上的缠论、价格行为、波浪理论，本质上呢，这种数学上的、经济学上的、图形学上的对价格的解构，唯一的目的都是准确寻找足够低的低点以及足够高的高点。所以无论用什么策略，用什么参数，归根究底就是找到那个最优的解，类似于一个 ax 平方加 bx 加 c 等于0的求解。我自己呢是通过一个遗传学进化的算法，靠无数代的世代来找到最优的参数。基于这一点，以及我自己做交易胜率比较高的一个均值回归的策略，用 Gemini 的 Deep Research 生成基础的文档，然后再手动去进行一些修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里的提示词，就是基于这些内容能否深度研究一下，给出真正合理的纯数学或金融学的计算公式或交易算法。那么有了文档以后啊，就可以在 Cloud 里面把模式切到 Cowork， 像我这样，它阅读我们这个文档下面的需求。比如说我是要在我的那个量化交易系统里面加入一个首发的旗舰策略，那就可以让它读取这一份文档。然后它的任务呢是做一个这样的规划，这些都是用 Gemini 去生成的。关键是这里输出的时候啊，输出 checklist， 然后仅输出 plan， 不要直接开始写业务代码。然后呢 Sonnet 就会生成一个 checklist 的 MD 格式的。我们把这份格式啊在这里点击这个 copy， 然后存储到我们项目里面。写代码的话，我会在点 AI 文件夹里面放两个重要的文件夹，一个叫 context， 就是我们的上下文，前置上下文，把它精简化之后的一个压缩，供后续使用。二个叫 Scratch， 就是存放一些临时的文件，像这个 checklist 很明显就是临时使用的，就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有了这个 checklist 之后，我要切换到这个 code 模式，告诉 Cloud， 一是载入 context 下的这个 MD 作为上下文，同时执行 checklist 文档中的 phase 1。这里执行完之后，简单测试一下没问题就执行 phase 2，这样一步一步执行完成之后，还会有一些小问题，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在 Cursor 里面或者 Codex 里面去进行一个修缮。至于刚才说到的那个上下文啊，是我写了个 skill， 这个 skill 我会直接分享给大家，就是提取上下文。每次我们一个对话讲完，需要开新对话的时候，直接发送命令就可以了，它就会自动把我们这一个对话里面的内容精简成2-3句话，存放到这个里面。那作为量化交易系统呢，注定是个非常长尾的项目，所以是需要做这个上下文压缩的步骤的。求关注。